今夜不寂寞，深夜跟大家聊聊天儿。各位好，我是 Spike，聊什么呢？主要聊一下我们群里发出来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还在我频道的帖子上面抛出来了啊，问大家像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是聊还是不聊呢？最后我截止到做节目之前看一眼啊，有83%的投票，一共12票，有83%说要聊一聊。17%说不要啊，那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吧啊，我还是聊一聊啊。首先说一下这个群里聊了点啥，就有一位群友啊，就是来说这个，觉得苹果的 bug 很多，现在打開設置頁面，經常遇到以前的郵箱 ID 已經換了新的，但是還刷新不過來。但其實這位群友呢，在之前也說過啊，就是關於這個iCloud 同步不穩定啊之類的啊，他其實之前說了一大堆 iPhone 的好處，什麼 Apple Pay 啊，什麼在海外這個什麼都怎麼方便呢？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 iCloud 怎麼着不穩定了，我大概忘了，對吧？就是簡簡單單回了有了這麼幾個來回，然後呢，我對他的這個郵箱 ID 的這個小的問題，這個 bug 啊，我就有感而發。前提是我並沒有直接回復他這個 bug 是咋回事，因為理論上我也不知道嘛。那我就有感而發了一下，我說確實很多用戶第一次使用 Apple 產品都會遇到各種不適應，而 iCloud 的適應難度遠大於硬件和操作系統。我個人認為適應的關鍵是要明白這種陣痛的原因是先入為主的習慣，而不是產品本身真的有什麼嚴重缺陷。當然，用戶可以自由選擇支持的品牌和吐槽的品牌，這樣才健康。所以，與其說技術，反而心態更重要。Apple 的產品往往很難通過快速答疑的方式解決顧慮，因為它真正需要的是改變你的習慣，需要洗腦。後面我加了一個 PS，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有感而發，並非針對你個人和你的疑慮啊。然後好玩的是什麼啊？好玩就是這個又有另一位群友在下面回復說，他說你剛才說的這個，那不就是廣大網友所說的蘋果用戶會自適應嗎？那我在這兒呢，就是想因為錄節目啊，說得清楚一點，就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叫蘋果用戶會自適應，這個觀點是怎麼來的。當然我其實也沒有直接看到這個所謂的廣大網友到底是怎麼說的，但是憑我自己的這個第六感吧啊，我覺得這是一句偏貶義的話。什麼叫蘋果用戶會自適應呢？這個往往是針對那種無腦粉啊，大家知道無腦粉吧？就是說追一個歌星影星追到他什麼都好，然後就是不能有人說他不好啊，只要有人說他不好，他們就會出面為這個自己的偶像去爭取啊，去幹仗啊，就是打倒那個污衊他偶像的那一派。那我覺得這個說蘋果用戶會自適應，應該也是有異曲同工的作用啊，就是說因為這些喜歡蘋果的人都是果粉啊，我一直說嘛，我不喜歡果粉這個詞，雖然你說我是果粉，我也沒辦法否認，但是我一直不喜歡，主要是粉這個字兒，因為粉呢，它在中文的語境裡面，我理解的是它大部分是帶有無腦的一個前提，就是說我喜歡一個東西，我就是無腦的就是去接受，它不好也是好啊。那我覺得我喜歡 Apple 的產品不是這樣，我是有腦的粉，不是無腦的粉啊。那所以大家就能理解，所謂的廣大網友說蘋果用戶會自適應，就是說這些用戶是無腦的粉，即便是他不好也沒關係啊，我們自己去適應你那個不好，對吧？那你這個不是貶義嗎？所以在我看到了這個回復之後呢，我又一次的有感而發，我是這麼回的，我說
這句話呢，有些貶義和諷刺，本質上和我說的不是一回事兒，但是表面確實很像。這要看怎麼理解“科技以人為本”這句話。如果這個本指的是習慣，那他們就說對了；但如果指的是與生俱來的天性，那他們從未理解過。就像很多中國人離開中國後也會覺得不習慣、不適應一樣，我們的本到底是什麼？該去適應什麼？確實值得思考啊！這個是我的回復。然後這個話題的討論呢，就到此為止了。我也把我的這個討論和文字截了屏啊，發到我的 YouTube 的討論這個帖子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後針对這個帖子呢，還有很多的熱心的觀眾在下面留言回復哈。其中有一位就說，我至今還沒有適應蘋果的截圖組合鍵，我手動調整成了 Shift Command 加 S， 允許這麼調，就是蘋果在適應我吧？啊，這個挺好的啊。然後還有人說，問蘋果公司和中共的共同點是什麼？答，他們都擁有世界上最順從的子民。我覺得這個是有點開玩笑了啊，就是說個段子的那種感覺。還有人說呢，還是因為太接近了，區別不大，再大一些就好了。你看 Windows 跟 Linux 之間就很少有這種討論吧。當然還有人說是對 iCloud 的話題感到好奇的啊，感覺其實很多的用戶也沒有那麼的了解 iCloud。但是其實我開這期節目並不是說為了要再跟大家去聊一下 iCloud 啊，那我聊的話題其實跟 iCloud 沒啥直接關係啊，而是說我們怎麼去看待用 Apple 產品的人會有一些吐槽，會有一些不適應啊，這些所謂不是果粉，但是又在用 Apple 的產品，然後在這個裡面會有一些不適應的感覺，就是想聊一下這樣的一個話題。首先針對這個帖子下面的評論，我說一說自己的看法吧。首先呢，我覺得這個原因並不是因為差別不夠大，而是因為用戶群的或者說两種用戶畫像的差別大的原因。怎麼解釋呢？就是說，你說這個 macOS 跟 Windows 的差別大，還是 Linux 跟 Windows 的差別大呢？其實我真不覺得有差別，就是 Mac 和 Windows 的差別其實很大的，起碼我覺得很大。這種差別大到跟它和 Linux 的差別差不多，因為我對 Linux 跟 Windows 并沒有什麼發言權，因為幾十年沒用了，超過10年沒有用了。但是憑我的一些第六感吧，那第六感又來了，對吧？凭我第六感，我覺得 Linux 其實就是因為它並不是一個面向最終用戶的操作系統，因為它開源啊，主要是像那種如果你們能玩通這個 GitHub， 那我觉得你用 Linux 應該沒問題。但是它並不是給老大爺、老大媽和這個剛用電腦的學生去用的啊，甚至也不是針對我這樣的人用的。所以它不是一個面向最終消費者的產品，那麼它很多的東西和界面可能會設計的不那麼易用，這種感覺讓你覺得和 Windows 的差別很大，因為畢竟 Windows 是一個面向最終消費者的產品，對吧？但其實 Mac 雖然也是面向最終消費者，但是 Mac 跟 Windows 的差別其實是很大的。如果你真的覺得 Mac 跟 Windows 的差別不大，那我只能說你这個評價的標準，或者說你這個評價的因素，或者說怎麼講，造成你下這樣結論的那些條件有點太浮於外表了。如果你看得更深入一些的話，比如說你看我的 Mac 綜藝，每一集都看了不下2-3遍的話，那我相信你應該對 Mac 和 Windows 的差異有一個重新的判斷。但為什麼這位
觀眾會這麼說呢？他為什麼會覺得 Mac 跟 Windows 差別不大，而 Windows 跟 Linux 差別大呢？我想幫這位觀眾把他的这个感觉再理清晰一些。就是你有这种感觉，其實我完全能夠理解，也是有原因的。只不過這個原因不是真的因為這兩個操作系統就比較像，而是因為用 Windows 的人和用 Mac 的人，這兩種人他的差別太大了，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討論。而用 Windows 和用 Linux 的人其實差別不大。這個你想想看，反正這個是我一家之言啊，我可不是說我說的肯定對，我只是開一個節目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是怎麼想的這個話題啊。那至於那個調侃的那一句說是蘋果跟中共有共同的特點，都擁有最順從的子民，這個同樣表面上看呢不無道理啊，表面上看不無道理，但是能看得出這位觀眾也是調侃啊，所以我把一個調侃去認真的分析，其實是我很無聊了啊，是我無趣啊，但是也順便提一嘴吧，就是希望也不是希望，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的，這個是在本質上有不同的有差別的，對吧？那一個是服務大眾，一個是操控大眾啊，這個還是有兩個還是有差別的，只不過它表面上看確實有相似的地方啊，這個我自己也是說過了。那麼至於這個適應不了這個截圖的快捷鍵，然後把它改成了這個 Command Shift 加 S 那我相信你適應不了的大概率上應該是 Command Shift 加3，對不對？你一定要讓它加 S。我覺得這個首先無可厚非啊 ，Mac 就是允許你有這樣的自定義，你可以把所有的快捷鍵都調的完全不是默認，這個沒問題。但我唯一看到這條評論，我想說的是，你是否知道在 Mac 上它的截圖快捷鍵有好幾個呢？就是你可以是 Command Shift 加3加4加5都可以截。那你如果把這個截全屏改成 Command Shift 加 S 的話，那麼你截窗口是什麼呢？你截 Touch Bar 又是什麼呢？就是你是都要改嗎？我自己的使用經驗，在 iPhone、iPad 上我不得已截全屏，但是其實你看到 iOS 和 iPadOS 在每一代的操作系統迭代的這個狀態下，它的截屏其實都有修正。我們最早的是截了就截了，直接進到圖庫了，對吧？現在就是後來呢，截完了之後，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個小的預覽框，你不管它，它還是自動到圖庫，但是如果你在2-3秒之內點一下那個預覽框，你就可以進行再次的編輯。而到現在的 iOS 跟 iPadOS 26，你截完了之後，它就不會給你預覽框，而是直接幫你打開了這個截圖。意思就是說，大部分人在截圖的時候，他的需求可能都不僅僅是把一個屏幕全屏截下來那麼簡單，而是在上面可能你要做一些注釋，或者是像我一定會把運營商和電池電量還有這個 WiFi 標誌給裁掉，因為我覺得把那個發過去沒有意義，也顯得不專業。另外呢，還會給有心之人看到我現在的時間、我的電池等等等等，透露了更多沒有必要的信息。所以每次 iPhone 截屏，只要是要發給別人的，我一定會把上面的這個時間、網絡信號、電池電量給截掉，而且也一定會把下面的那個返回主屏的那個橫槓給裁掉，這個是我一定會裁的。那有些時候可能會裁的更多吧，就是不會給別人不相干的截屏的數據，這個是我常年一直以來的一個習慣。當然還有一些你可能在上面塗鴉呀、標注啊，對吧？所以在我看來，其實一截屏就截一個全屏，直接發給對方，這個是一個我不能說不好，因為這又是價值判斷了。那我只能說我自己認為不好。我應該從來沒這麼做過吧，就是如果偶爾做過也是無意識的啊，就是真的是忘了啊，但是主動應該從來沒有這麼做過。
所以我特別喜歡在 Mac 上的截屏，我幾乎從來不會用到 Command Shift 加3这個功能啊，我用的大部分都是 Command Shift 加4，因為它天生就可以讓我用鼠標拖拽出一個我真正想要的特定區域，而不需要把我 Mac 上的圖標、小組件、桌面上的文件夾，還有我的菜單欄、我的那些狀態欄上那些不相干的，包括壁紙，全都一股腦的截給對方。我覺得除了你大條以外，你每次都這麼截，其實就私下我不知道了，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商務的往来，這個是我個人認為這是不禮貌的。這個就像在商務往來當中，你一直給對方發微信語音是一樣的。我也認為這個是一種不禮貌的表現吧，就是像你穿衣服不修邊幅去跟別人開會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吧。所以其實，這個是我沒有直接回復這位觀眾留言的問題啊，這個好像不是說聊適應 Mac 跟 Windows， 而是在聊這個截屏的一些方式了。那我想這個也是我們頻道的一些特色吧。那聊完了這些所有的評論之後，我想回到我做這期節目的真正的出发點，就是到底要怎麼用 Apple 的產品。應該是怎麼看待它？當然，最好的就是反复看我的節目啊，看我的頻道，因為我是用聊天的方式，一點一點的幫你去深入的了解，陪着你過每一天的這種方式，讓你去了解一個真正的 Apple 是什麼樣子的。當你了解了這些之後，其實後面就沒有問題了，就迎刃而解了。我發現幾乎所有的這種讓我沒有辦法一兩句話回答的問題啊，你說 Apple 有沒有那種一兩句話就能回答的？那肯定是有的，快速答疑肯定是有的。但是有更多的，或者說跟其他品牌相比，占有更多比例的是這種沒有辦法一兩句話就回答。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更好的方法其實就是打引號的洗腦。那洗腦之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呢？就是我們首先承認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完美的產品的。很多人覺得第一代的 iPhone 是完美的，或者有一些人覺得 iPhone 4是完美的，有些人覺得喬布斯在的時候生產的所有的產品都是完美的。但任何一種說法都僅僅是一家之言。如果你覺得喬布斯在的時候的產品都是完美的，那喬布斯發明了 iPhone 第一代，他為什麼還要繼續推出第二代呢？那他推出第二代，那一定是證明第二代比第一代更好，否则的話，他幹嘛要推出第二代呢？幹嘛要推出一個更不好的產品呢？起碼在他自己的主觀意願上是認為第二代一定比第一代好。那你可能會說，那因為科技進步啦，這個成本降低啦，那你肯定要推出新的一代啊。好，那我們把所有科技、電路板、主板、電池全都拋棄在一邊，僅僅從 iPhone 的外觀設計上來講，是不是也是喬布斯自己也認為一代比一代更好呢？我相信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那既然答案是肯定的，意味着什麼？就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嘛。你一定要先承認這個，就是沒有完美的產品。所以 Apple 的產品不是完美的，它的有一些缺點其實更糟。但為什麼 Apple 會成功呢？ Apple 會被這麼多人喜歡呢？原因有非常多，但是在產品是否完美、體驗是否完美這個點上，我覺得他做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懂人性，他知道什麼東西是重要的。我給大家舉個例子 ，iMovie 就是很多中國人一說要學剪輯，都會想到要學達芬奇或者是 Final Cut Pro， 但是很少有人會學 iMovie。但是我跟大家說，我學剪輯就是從 iMovie 開始學起的，而且我喜歡 iMovie， 現在我都是用 Final Cut Pro 了，但是在很多年的時候，我都是在用 iMovie， 我甚至拿 iMovie 在賺錢，給公司做商業片，我都拿 iMovie。那現在是因為確實需求多了，iMovie 的功能無法滿足了，
但我想說的是，在我們剛刚開始有一個念头想要去学剪辑而還不會的時候，有一個免費的不用，以這個一步到位為由，一定要去花錢買，或者是想盡一切辦法去搞一個什麼盜版，就覺得我不會已經夠沒臉皮的了。那我再用一個免費的面向家庭的軟件，而不去用一個專業的軟件，那豈不是證明我更 low 嗎？如果你這麼想，恕我直言，就是你這個想法本身才更 low。就是如果你是剪輯的初學者，我真的覺得你應该真的從 iMovie 開始去学，当然是在 Mac 平台哦。Windows 你就從那個 Windows Movie Maker 開始學吧。那 iMovie 有一次重大的革新，就是從原來傳統的繪声繪影的模式更新到現在的 Final Cut Pro 10的格式。而這種 Final Cut Pro 10上面的磁性時間線，還有鼠標滑動就可以快速的預覽畫面這樣的功能，不是 Final Cut Pro 10原創。Final Cut Pro 的版本從7一下子跳到了10，也就是說它跳過了8和9兩個世代。為什麼？就是在 Final Cut Pro 7的那個後半年就 Final Cut Pro 7应该已經發布了有1年多了吧，就相對來講比較成熟了，在業內也有一定的口碑了。這個時候，由於 Apple 要給自己拍一些商業片，拍一些廣告，我記得那一次是他去水下拍了一些潛水的視頻，然後他自己要給自己公司做宣傳，你可以理解成自己給自己拍廣告片吧。然後這個裡面呢，就有一位程序員跟着一起去了，然後他就不知道為什麼靈感突發，就現場編輯出來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剪輯軟件。這個剪輯軟件有一大特點，就是它可以通過滑動鼠標指針就可以快速的瀏覽素材。它其實只做對了這一件事情，其他的都沒啥亮點。而且就是非常粗糙的一個界面吧，就去看就是一個新生事物那種滿目瘡痍的那种亟待改進的那種感覺。而就是這次發現，讓當時的 Steve Jobs 決定以這個小軟件為模板去升級 iMovie。所以當時 Final Cut Pro 7還是傳統的那種剪輯模式的時候，我們就先把 iMovie 升級成了這種超級改頭換面的一個巨大的改版，底色也從白色變成黑的了，我記得非常清楚。而在接下來的第2年 Final Cut 就直接推出了第10個10，就是 X， 就是叉 X 是不对的，就羅馬字母10，看起來就是個叉的這個版本號，一直用到現在。所以其實你們現在用到的 Final Cut 都是從當年的 iMovie 借鉴過來的。那當時的 iMovie 為什麼如此成功？就是因為它抓住了剪輯過程當中的一個最大的痛點，找素材，從海量的素材當中挑選我真正想要的那一个。你們知道原來找素材多麻煩嗎？就是真正的是我拍了1個小時的素材，我要想從這裡面找出3分鐘的，那大概率上我要先花1個小時把這素材全看完，然後我才能夠知道哪3分鐘是我想要的，而且看1遍可能還不夠。但是有了這個新的功能之後，這1個小時的素材在你面前就會變成了一個長方形，然後你拿你的鼠標在這個長方形上左右滑動，就可以快速的預覽。你滑得快，預覽的就快；你滑得慢，預覽的就慢。一下子解決了剪輯師在查找素材的時候的一個最大的痛點。而除了這個痛點以外，當時的那個 iMovie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可能也有一堆的 bug。但是為什麼當時 Steve Jobs 決定把這個推出來？因為解決了這個痛點，
大過解決所有其他的小 bug。我相信第一代的 iPhone 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知道，第一代的 iPhone 刚发布的时候连 App Store 都没有，因为当时 Steve Jobs 觉得 App Store 不安全，会破壞 iPhone 的流暢性、安全性和稳定性，所以它不开放，不允許下載第三方软件。你现在可以看来，这樣的 iPhone 還叫一個智能手機嗎？那不就是一個變相的諾基亞嗎？當時的 iPhone 還真的就是這樣。那你說它完美嗎？但是它當時解決的是一個什麼痛點？就是電容屏和多點觸控。人們真的能夠在那麼巴掌大的一個小屏幕上去體驗到兩個手指這麼一拉就把一個圖像放大的這種感覺。當然這個東西因人而異，咱們不能鑽牛角尖兒。你不能說世界上還有20%的人就不喜歡這麼放大圖片，這是事實。你要這麼鑽牛角尖兒，你就什麼事都別幹了。我只是說大部分的人，而像 Apple 這種公司，像喬布斯這種傳奇性的人物，他為什麼能每次都能夠抓住人類真正的痛點？他不聽用戶的反饋，他自己問自己的內心，他就知道這玩意兒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他就能夠讓這個產品只要把最重要的做好了，哪怕帶着一大堆 bug， 我也能夠推向世界。那些 bug 沒關係，我們還有 iPhone 第2代、第3代、第4代、第17代。這個是能力，這個才是真正的能力。我不是說不管怎樣的 Apple 的用戶，只要你是用戶，你就比天還大，你都完全有資格去抱怨，而且用戶的抱怨沒有錯，都是對的。這是 case by case 的去講。但是我們如果把一個人縱向的去看，把他的生活，把他的價值觀也拉到這個裡面去揉在一起去考慮，而不去孤立的只去看這個技術上面的一個 bug 的話，那你就會發現為什麼那些果粉會稱之為自己果粉，他為什麼會無腦。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是有無腦果粉的，是有的，我並不贊同他們，我甚至鄙視他們。但是對於真正問出一些讓我沒有辦法一句話解答的問題的這些人，我想說的就是這個，就是你看到的這個表象，不是因為我們無腦的去粉他，而是我們跟他一起看到了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當然我們看到的這個重要不等於你也認為那個重要，這個是一定存在的。所以我說 Apple 的用戶跟非 Apple 的用戶，這兩種用戶，這兩種人之間的差別很大，這才是最重要的。我舉個例子， Apple 的用戶往往都關注隱私，把隱私看得比天還大，而非 Apple 的用戶覺得無所謂，甚至不知道什麼是隱私，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差別。所以 Apple 的用戶可以容忍什麼 iCloud 改個名字半天刷新不過來呀，有的時候 iCloud 的這個理念我始終搞不明白呀，但是他不能容忍隨便訪問我的剪貼板吶，沒事給我來一個你的消費報告啊，沒事發一個你這一年都在地圖上點亮了哪些城市啊，沒事就弄一不知道為什麼就一大堆軟件就出來了。他覺得這個是根本，這個是最重要的，這是底線，我不能跨越，所以我用 iPhone。這只是一個例子。當然也有一些人就是覺得它好看啊，審美在線，所以其他的我都能忍，只要好看。安卓的手機我就覺得醜啊，這也有。但不管怎麼樣，你會發現這是一個極具個性的產品，你選擇它
能夠留下來。我知道有一些人選了没留下来，又走了啊，那是另一種情況。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像我一样选擇了 Apple 的产品，并且一直留下来的，而且你有足够的理由告訴自己为什麼留下来，那麼你在你的內心當中一定也有這麼一個東西，就是我不管你能不能意識到，我不管你能不能像我這樣通過嘴巴說出來，但是你一定有的一個東西就是其實你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麼。你不是不知道，手機、電腦這種東西對你來說不是無所謂，不是隨便一個品牌拿來就用，你不是這樣的人，所以你會選擇 Apple， 因為它不一樣。你電腦來講，戴爾、聯想、惠普有差別嗎？那可不就是拿過來一個就用嗎？你現在能選擇的不就是 Mac、Windows 和 Linux 嗎？沒錯吧？啊，手機也一樣，手機也一樣。所以這個是我真正想說的。當然，為什麼作為 Apple 的新用戶，你會覺得哪兒彆扭？其實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你還沒有發現它哪裡好，那我可以幫你。當然，我也見過一種人，就是我一直說，這個世界上就是有那麼一些人是不應該用 Apple 的，所有東西都不該碰的，因為你跟他完全在兩個相悖的道路上面。那這種就是你就放棄好了。就我也不是，我們頻道很中立，我不是說哪個好哪個不好，但是我們互相尊重的同時，我要把我自己覺得什麼好說出來，僅此而已。好，感謝各位的觀看跟關注，我們又水了一期節目，希望你們喜歡，期待你們的評論。我是 Spike，我們下期再見。